你有没有想过，祖先为什么必须被记住？为什么中国人会设立祠堂、设立族谱呢？上世纪70年代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当中收治了一名35岁的奇怪的男性患者。这名患者的症状非常诡异他突发了剧烈的颈部疼痛，同时伴随着强烈的窒息和恐慌感。发病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脖子，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正在勒住他的气管。医院非常重视，神经科、骨科的医生轮番上阵，给他做了当时先进的 X 光扫描和全面的神经反射检查，结果让所有医生面面相觑。报告显示，他的颈椎骨骼、肌肉、神经都没问题，他的脖子很健康。那找不到病灶，医生只能给他开一些镇痛药和肌肉松弛剂，但这无法阻止这种症状周期性发作。后来，这个病例被转交到了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安妮·安瑟琳·舒岑贝格的手中。舒岑贝格接手之后，他拿出一张巨大的白纸，要求这名患者尽可能详细地画出他们家族的族谱。在心理学临床上，这叫基因社会图谱，精准地标记出家族当中每个人的出生日期、死亡日期、重大意外、破产、流产，尤其是那些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患者的家族史看起来很普通图谱画到了祖父母那一辈似乎断掉了。但舒岑贝格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个盲区，就是患者的父亲这一支信息有着不自然的断层。在舒岑贝格的反复追问和对家族旁系亲属的艰难走访之后一个被家族刻意隐瞒的信息被挖开了。这名患者他有一位从小都没有听父母提过的祖父，而且家里面也没有他祖父的照片，过年过节也没有人去扫墓，仿佛这个人消失了。而真实的历史是，这位祖父当年因为触犯了严重的刑法，被意外逮捕，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当时的行刑方式正是绞刑。他被套上绳索绞断颈椎的那一年正好是35岁。当年家族把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为了保护后代的名声，全家人就达成了共识，都闭口不谈这件事情，把相关的信件物品都销毁掉。那长辈们认为，只要不再提这件事情，这段历史就会被遗忘。但长辈可以撒谎，大脑可以遗忘，可是后代的身体会替祖先记住。那些在断头台上被绞杀的疼痛与窒息感，变成了潜意识，在家族潜伏了2代人，直到孙子也活到了35岁那一年，这段创伤记忆被激活。这并非小说怪谈在跨代心理学的临床诊断当中被称为周年综合症。舒岑贝格就发现，大脑的潜意识非常的厉害。如果一个人的家族当中发生过惨烈的未被妥善哀悼的创伤的时候后代往往会在与祖先发生创伤相同的年龄，意外的出现一些疾病、奇怪的事情。那看起来身体生病了，实际上是潜意识在纪念祖先。在这个基础之上，精神分析学家尼古拉斯·亚伯拉罕和玛利亚·托洛克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壳与核》当中，进一步提出了一套更加深层的理论，他们将其命名为地下室幽灵。他们在长期的精神分析临床中接触了大量患有严重恐惧症、强迫症的患者，发现一个规律，困扰这些患者的是长辈心中不可说的秘密。一个人面对亲人的正常死亡可以通过悲伤来完成心理重建，这叫哀悼。但如果父母掩饰了某一种耻辱，这些被强行遗忘的信息会在家族的心理空间形成一个空洞，那么这个空洞就是幽灵。幽灵没有实体，它是一种未完成的负罪感。比方说，一个父亲在早年发家的时候背叛了合伙人导致了对方家破人亡，那么父亲可能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生活的体面而又富裕。但是他的儿子在成年之后，可能会在生意非常顺风顺水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染上赌博，用一种非常荒谬的方式让自己破产。外人可能会骂，你这个儿子怎么是败家子的？但是在心理学家的眼中，这个儿子是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了一个幽灵，他正在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在帮助自己的父亲还债。听起来似乎是奇闻怪谈，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呢？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
在逢年过节、家族聚会的饭桌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名字是所有人都不想提、不愿意提的呢？他们会变成家族的禁忌，长辈们沉默对待，不允许提起，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你们这些晚辈。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往往会惊恐地发现，几十年后，家族总会出现一个晚辈，他的性格命运似乎在致敬他的前辈。现在的年轻人呀，普遍有一种悬浮感，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有些人考上大学留在异地，过年呢也不想回老家。我们会把父母的缺点当做自己的反面教材，发誓我绝不要活成父母的样子，而且我觉得只要离他们足够远，我就成为了自由的独立的个体。那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与原生家庭切断表面的联系，并没有让一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当你试图用无视来对抗家族历史的时候，反而会在无意识当中交出自己命运的主宰权。那些被你排斥、被家族遗忘的祖先，正在你潜意识的深海当中悄悄地替你做着每一个决定。我们往往只相信眼睛能看到的东西，面对这种跨越代际的命运重复，有人就会质疑，人的记忆怎么可能会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跨代传递？那过去几千年，大家只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玄学、鬼神附体。直到最近10几年，现代生命科学终于破除了这层迷雾。现代医学长期以来有一个共识，叫做后天所得到的经验是没有办法遗传给下一代的。直到表观遗传学的出现，颠覆了大家的认知。纽约西来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员雷切尔·耶胡达毕生都在寻找恐惧在人体内留下的痕迹。2015年，他和他的团队在期刊《生物精神病学》上面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耶胡达的团队找来了32名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幸存者，以及他们的22名成年子女。为了确保实验的严谨性，他们精心挑选了对照组，找来了另外一批犹太人家庭。那这批人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移民到了安全地带，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生活在和平富足的环境当中，没有经历过大屠杀。那研究人员就抽取了这2组家庭2代人的血液，进行了深度的基因测序。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管你幸存者当年遭受了多大的折磨，只要他的基因序列没有发生突变，那他们的孩子和对照组的孩子在基因层面上应该是一致的。但测序就发现，在集中营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女体内有一个叫做 FKBP5 的基因出现了异常。这个基因是人类应对压力的控制单元，就是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负责调节皮质醇的释放，让你准备好作战或者逃跑。而耶胡达就发现，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女在这个 FKBP5 的基因上面都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表观遗传化学标签，就是 DNA 甲基化改变。而那些生活在安全地带的对照组家庭2代人身上都没有出现，这意味着恐惧带来的伤痛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退，它记在了基因表达当中。如果人的一生还不足以证明这种记忆传递的持久性，我们可以看看特拉维夫大学的奥德雷查维实验室在2019年发表于《细胞》杂志上的实验。他们使用了秀丽隐干线虫。那么研究人员在培养皿当中放入了一种致病细菌，线虫呢在接触细菌并感染了病变之后会学会避开这种危险物质。那只是一种非常短暂的后天应激学习。那随后呢，研究人员会把这些已经学会避险的线虫取走，去观察他们那些没有接触过这种致病细菌的子代和孙代。那结果就发现，这种避开特定危险的后天记忆会通过一种名叫小 RNA 的微观介质传递给了下一代。更可怕的是，研究人员一直追踪，就发现这种记忆上的传递足足延续了14代。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家族历史，14代大约是400年，意味着如果一个明朝中叶的祖先经历了一场大饥荒，那么他对食物匮乏的恐惧可能会一直通过表观遗传持续到今天。这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就有这样的医学证据。国内顶尖的医学研究团队曾经针对1959到1961年期间中国部分地区经历过极度营养不良的人群进行过研究与追踪。那数据就显示，那些在婴幼儿时期遭遇过极端饥饿的幸存者
当他们长大成人，他们的后代甚至到了孙代，虽然已经在了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但是这批后代患上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症，甚至是精神分裂症的几率都显著高于没有经历过这些家族饥饿的普通人群。为什么？因为当年祖辈在饿得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身体的表观遗传系统改变了基因表达，他会告诉每个细胞，外界环境太匮乏了，我必须疯狂地存储这些糖分、脂肪，不能浪费能量。那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离开原生家庭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你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挤满了列祖列宗啊！如果说表观遗传学是肉体上的这种继承，那么在家庭系统动力学的视角下，家族更像是一个由看不见的能量丝线而编织成的蛛网。在这个系统当中，没有人是完全独立的。那系统有一个最高的指令，就是维护整体的完整与平衡。没有什么好人坏人，没有什么道德，它只在乎位置。系统就会要求凡是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必须在这个系统当中拥有一个他的位置。如果有人试图打破这个平衡，比方说之前犯了一些事情，大家强行想把它剔除遗忘掉，那么系统就会启动一种叫做自动修复机制。那这个修复的方式就是让一个后代去承担那个被排斥者的命运。家庭治疗的先驱伊万·博斯佐尔门伊纳吉用他大半生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这个机制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取名叫做隐性忠诚。纳吉在心理咨询室当中见过太多不可理喻的失败者，比方说有很多又聪明又勤奋的年轻人，打拼的初期是顺风顺水，眼看着呢就要财富自由了，但是就在关键的临门一脚会莫名其妙的搞砸掉。有的人马上就要签千万级的合同了，结果前天晚上跑到酒吧喝得烂醉；有的离奇的挑起事端被打进医院，还有的人会非常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把积蓄投入一个低级的骗局，导致倾家荡产。身边人就非常遗憾说哎呀，是不是运气太差了？但是纳吉深入挖掘了这些年轻人的原生家庭之后，发现了一个共性，这些年轻人的父亲或者他们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长辈，往往一生都充满了挫败、贫穷可能表现出唯唯诺诺、屈辱的样子。那外表上来看，这些年轻人好像非常厌恶的父亲，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绝不像他那样窝囊。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会有一种负罪感。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如果父亲代表着失败和受苦，那么儿子一旦成功，潜意识就会说：看你正在抛弃你的原生家庭你在抛弃你自己受苦的父亲，你将成为这个家庭系统当中的叛徒。那离开那种熟悉的痛苦，会让这些年轻人感到非常孤独。那为了缓解这种超越父亲带来的背叛感，潜意识就命令他们要自我毁灭。看，爸爸，我跟你一样失败了，我没有抛弃你，我依然非常忠诚于我们家庭的苦难。如果说隐形忠诚是为了陪伴失败的长辈，那么系统修复机制的另外一种极端表现就是去填补死人的空缺，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替位者。家族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早夭、意外死亡，被家族刻意遗忘，这种能量和哀伤就会像幽灵一样在系统当中游荡，最终他会附身在家族后代当中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而这个人往往出生在死者离世之后或者在排行性别上与死者有某一种巧合。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替位者是那个画出了新月月的惊世天才文森特·梵高。我们都知道梵高是一个割下自己耳朵的疯子画家，但是很少有人去深究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梵高出生的确切日期是1853年的3月30日，而就在1年前1852年的3月30日，梵高的母亲生下了一个死胎，那个死去的男婴是梵高父母的长子，而那个死婴的名字就叫文森特·梵高。因为父母无法承受丧子之痛，也缺乏现代心理学的哀悼干预，他们就做了一个投射。那么1年之后，当活着的这个梵高出生的时候，他们就把死去的哥哥的名字安在了他的头上。那这个举动在系统动力学上就相当于宣布，
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是来替他活的。活着的梵高整个童年时期，他每次去教堂都会在教堂后面的墓地看到一块墓碑，而这个墓碑上刻着自己的名字，文森特·梵高，还有他的出生日期。那试想一下，一个孩子每天看着自己的坟墓长大，那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感觉。那他的父母从未真正从丧子之痛当中走出来啊，他们看向活着的梵高，就带着一种对死者的哀怨和对比啊。梵高终其一生都被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撕扯，他潜意识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偷，偷了哥哥的位置，而画作当中那些扭曲的生命力，是一个活人在替死人燃烧，试图用双倍的痛苦来赎罪。父母强加的丧失感让这个孩子在系统当中觉得我根本不配存在。那今天有很多现代人常年被严重的抑郁、无意义感、躯体化所折磨，去看了很多次的精神科医生，去做了很多次的心理治疗，依然找不到痛苦的源头。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好像也没有受过什么虐待呀。其实那些情绪未必是你自己。在系统排列的视角当中啊，你可能只是在无意当中扮演那个家族被遗忘的什么阿尔伯呀、姐姐呀，你成了一个不知情的替位者。而当你试图通过拉黑父母、远走他乡来逃避，这种隐形的关系反而会越加紧密。因为系统发现你想逃离你的位置，它就会加大力度，制造更多的一些现实当中的危机，把你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面对这种看似无解的代际纠缠呀，西方心理学直到20世纪的中后期才开始摸索出一些切断的方法。然而呢，当我们把历史拨回到几千年前，你就会震撼地发现，中国古人在没有任何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仪器的帮助之下，早就洞悉了这套生命规律，而且建立了一套完备、极具操作性的系统工程。今天我们常常把这套工程贬低为封建迷信，那就是祠堂与族谱。祠堂和族谱是古人为了防止隐性忠臣和替位者反噬而精心构建的一套非常有智慧的系统。我们先说祠堂。很多人以为古人这个倾家荡产修祠堂是干嘛呢？是逢年过节有一个磕头祭拜的地方吗？并不是。祠堂是古人建立的一个锚定生命能量的场。在中国的传统宗法当中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排列法则，叫做招募制度。这个制度呢，在《礼记》《王制》这些先秦的文献当中有非常严苛的规定。比方说10组的这个牌位居中，20组它的牌位要放在左边，这叫招；30组就是孙子辈的牌位要放在右，这叫募；到了40组呢，再回到左边为招，依此类推，叫左招右募，像齿轮一样咬合。那现代人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形式吗？但本质上它是一个长幼有序的座位表。只要一个人的名字和牌位被纳入到了这个招募矩阵，就意味着系统正式接纳了他，他的生命信息就进入了这个特定的空间当中。因为古人很清楚，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灭，更是能量的流转。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提出集体记忆理论的时候啊，曾经断言，一个个体的存在信息如果失去了物理空间的锚定，比方说纪念碑、故居和特定仪式的锚定，比方说祭祀和扫墓，那么在短短3代人之内啊，就会在人类社会当中彻底消散，查无此人。在家族系统当中，如果一个祖先失去了锚定，那他的能量会去哪里呢？正如我们在之前聊的，它绝不会凭空消失而变成游离的幽灵，在系统当中到处乱窜，最终选择某个后代，强迫他用悲惨的命运来替自己显现。而祠堂就是古人设置的巧妙的灵魂客栈。逢年过节的祭祀啊，那些烧香敬酒，其实都是在通过仪式告诉系统当中的每一位逝者，你看，你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你不需要再去纠缠活着的人了。同时也告诉每一个生者，你的来处已经存档，你可以放心的去过你自己的人生，不必替任何人受过。原来如此。那我们再来看看族谱。族谱呢，就是一本谁也没有办法抹除的生死簿。在中国历史上，客家人经历了数次惨烈的大迁徙，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末黄巢之乱，到南宋末年，这些战乱逃亡、流离失所，
在那些非常困难的时刻，客家人都有要求，叫宁迈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在逃亡的队伍当中，每个宗族需要有几个青壮年用这种大木箱子背着沉甸甸的族谱翻山越岭，叫人在土在。那为什么非要带着这几本破纸呢？因为失去了族谱，你将不知道自己从哪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些情绪到底是不是你的。没有了这个生死簿，个体的心理在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崩溃，而族谱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认存在。无论你是高官显贵还是一个早夭的孩童，那么修族谱的规则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家族出生过，哪怕只活了1天，上面也必须有你的一笔。他通过这样一种白纸黑字确认了每个人的存在，他赌上了家族为了掩盖羞耻而抹杀某个人的漏洞，从根本上切断了触发替位者反噬的可能。这就是古人非常高明的智慧，通过绝对的确认来完成绝对的隔离。只要你在谱上，你就留在了过去。而今天，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宗族社会的全面解体，高楼大厦取代了祠堂，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族谱。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原子化社会的便利，对祖先一无所知，甚至连自己爷爷奶奶的名字可能都叫不全吧。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自由，但结果我们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空心病啊！年轻人在职场、在婚姻当中，动不动就感到虚无和疲惫。很多时候你觉得非常的辛苦，是因为在潜意识层面失去了能量的锚点，就像一个宇航员漂浮在太空当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托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你翻滚失控。更糟糕的是，当你以为远离了那个差劲的原生家庭，说我再也不会去效仿我的父母去这样对待别人，但是你往往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伴侣的争吵当中，在辅导孩子写作业非常狂躁的时候，你会惊恐地发现，你怎么在重演着父母的剧本？因为祠堂被拆了，族谱被烧了，但是你潜意识当中那个幽灵并没有被超度和归位。那么对于身处现代都市已经失去了祠堂和族谱的我们，面对这本早已写在基因当中的烂账，该怎么办呢？那么在探讨如何解绑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声明，这些内容聊到现在，绝对不是劝大家不在大城市工作，跑到老家当中去重修什么宗祠，或者逼大家去原谅那些伤害过你的长辈亲戚。心理学它是不讲原谅的，它会讲真相和切断。在原生家庭的这些泥潭当中很多现代人用的是一种暴力的机制，就是断联，就是我彻底切断和你的联系，以为这样我就可以摆脱了你。而家庭系统理论的先驱莫里·鲍文在提出自我分化概念时对这种做法给出了诊断，叫做情感断绝。鲍文指出情感断绝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表现，反而可能是一个人自我分化程度非常低的一种表现。因为你越是用力的断绝，就说明你心里害怕，你潜意识就知道，只要我稍微靠近那个系统多一点，我的情绪又会被它卷进去，又会回到一个失控、愤怒、软弱的孩子。而这种断联就意味着这颗雷始终在那个地方，只要遇到特定的场景，随时会爆炸。而高度的自我分化是什么？是可以面对那个复杂的千疮百孔的家族，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长辈的局限性，并且在心中画出界限。我不替你承担情绪，也不需要你们的认可，我就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去运转。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曾经留下过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话，是这么说的：对周遭环境，尤其是对孩子产生最强烈心理影响的，莫过于父母尚未活出的生活。这句话是整个代际创伤的核心。为什么你要了解你的来处，要记住你的祖先，是为了识别。我们必须去了解父母的童年经历了什么，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遭遇过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你甚至需要去打听那个家族大家都不愿意提起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当你知道了这些信息，你才能在自己陷入莫名其妙的一些困境的时候去识别出来，哪些对匮乏的恐惧是爷爷经历了大饥荒而带来的，哪些对婚姻的不安全感是母亲年轻的时候遭遇背叛的遗留物，
哪些是在你快要成功忽然想放弃的自责，哪些是源于对那个失败父亲的隐性忠诚。当你把这些沉重的东西从你的人生行囊当中一件件把它拿出来，看清楚他们原本的主人是谁，那么这些情绪就不再是一个无法名状的幽灵，它变成一个已知的事实。而我们的潜意识一旦被意识之光照亮，就会失去控制你的力量。那么在系统排列心理治疗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在下一次你再次陷入那个自我怀疑躯体化焦虑，毫无来由的搞砸一段非常很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尝试找一个安静的房间，闭上眼睛，在心里为你家族当中的每一个你记得的名字、听过故事的人排一个座位。如果有那个被家族抹除名字的人，也给他留一个位置。我们不需要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也不需要去强行爱他，而只是看见他们作为生命曾经存在过，然后对他们说出这段话：你是你，我是我，我看到你的痛苦了，我尊重你的命运，但那是你的命运，现在我把它还给你，我只过我自己的人生。那一刻，如果你能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你会觉得纠缠了几代人的锁链似乎发出了断裂声。你不必替任何人受过，你终于拿回自己命运的主宰权。真正的独立从来不需要否定来处，而是带着觉知从容地转身离开。如果你在刚才的这段聊天中，脑海中忽然闪过了家族当中的某个长辈，忽然理解了自己身上那些长期无法解释的执念，你可以试着在评论区留下那些往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当你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域把它们写下来的那一刻，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潜意识曝光，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心理切割。也请把这些视频分享给那些正在为了摆脱原生家庭阴影而痛苦挣扎的朋友。有时候看清楚绑住自己的绳子是什么样，比盲目的挣脱要有效得多。也祝你轻松自在，活出真正的自己。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